Hello，大家好，我是车厘子，大家最近过得怎么样呢？那今天这个视频想跟大家聊一聊我最近喜欢的几种有点奇怪的音乐。我也是最近发现我的音乐品味变得越来越奇怪了。不过我觉得挺好玩的，因为从这些音乐的类型里面，我其实是了解和学到了很多东西。那今天就来跟大家说一说我喜欢的这几种奇怪的音乐吧。那我第一个喜欢的音乐风格呢，是川渝的说唱。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川渝就是四川跟重庆这两个地方的简称，一般我们说他们是川渝。那说唱，它的意思就是说，在这首歌里面，歌手不是唱出来的，这个音乐大部分是歌手说出来的歌词，这些歌词是被歌手念出来，用很快的速度念出来的。那这个就是说唱这种音乐风格。我猜大家应该已经知道这是什么了。所以我很喜欢川渝风格的说唱啊。其实我以前几乎不怎么听普通话的说唱，我也对英文的说唱完全不了解。但是在我第一次听到川渝说唱的时候，我就被吸引了。可能第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个方言跟我老家的方言非常像在中国四川、重庆、贵州，我们这三个地方的人可以完全用方言交流，所以说我在听到这样的方言的时候呢，我觉得很搭、很亲切、很熟悉。我那个时候从来没有想过方言也可以唱出来，所以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觉得方言跟说唱这种形式、这种风格非常搭。搭的意思呢，就是说两个东西在一起，你觉得它们很合适，那你可以说它们很搭。比如说，有的人觉得牛奶跟咖啡很搭，那有的人呢又觉得说可能吃夏天跟吃西瓜很搭。所以说，我觉得这种川渝的方言比起普通话来说，川渝的方言跟说唱好像更搭一点。那我是从2019年或者2020年开始，才第一次接触这样的说唱风格。那个时候在一个唱歌比赛里面，我了解了一些来自重庆的说唱歌手。那这些说唱歌手，他们自己创作的音乐，还有他们自己写的歌词都非常吸引我。所以我在第一次听到他们的歌词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就是我们西南的风格，这就是我们西南的文化，这就是我们西南人的态度。所以如果大家对这种说唱感兴趣的话，你们可以去听一下。倘若心不杂念方能够修成正果，从千里飞土现在也要斩妖除魔，何时才能遇到你呀？仅仅是如果我躲开落乱，是因为我满身泪后，嘿，字儿不好用懂，全决心发问，不怕死，反正我啥子都没得。人生在世哪会一辈子没曲折，开路里先锋要打破旧里规则。如果你了解中国的地理，那你应该知道，在中国的西南，那个地理环境是非常复杂的。像四川它是在一个盆地里面，盆地的意思就是这个地方的旁边都是很高的山，但是这个地方它的海拔比较低，而且里面的地形也是比较平的，没有那么多山在里面，山都在它的周围。那这个是一个盆地。那四川这个盆地呢，它因为地形很平，
所以说它发展其实是比较快的，特别是城市发展是非常快的。那这也就决定了它的经济发展也是西南地区里面最快的。然后重庆呢，重庆在四川的旁边，重庆它虽然是在山区的一个城市，大家可以看在重庆很多山。为什么我们叫重庆是一个3D 的城市？就是因为重庆的房子、路都是建在山上的，一层一层的。重庆它虽然是在一个山区，在一个山城，但是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理特征，就是它是在河的交汇处。如果大家看重庆的地图，你会发现重庆有很多河，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长江了。那因为它这个城市呢，也是建立在河流的交汇处，也是建立在四川盆地的入口，那这也决定了重庆它的经济发展一定不会差，它的城市建设也一定不会慢，然后它也总是西南地区的政治跟经济中心。所以说我为什么要解释他们的地理呢？那你从这2个城市的背景来看，你就知道他们经济很好，机会很多，公司也很多，所以这里的人他就会比旁边的城市更快发展起来，然后他们就会更快的赚到钱，然后机会也多，可能也不是很想离开这个城市到别的1线城市去，因为他们自己本来就有很多机会。所以说你在这些川渝说唱歌手的音乐里面，大家就可以听出来，其实他们的态度是有一点拽的。大家都说可能 rapper 就是在说唱歌手里面，他们的态度都应该是很拽的。但我想说，这种川渝说唱歌手他们的拽可能不太一样啊。拽的意思是什么呢？拽的意思就是说，我觉得我自己是最厉害的，我觉得我了解所有的事情，我知道所有的东西，我觉得我是第一，然后大家都没有我厉害，那我可以说我很拽。拽呢，它也不算是一个很坏的词语，有时候可以说这个人太拽了，是一个不好的评价，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又说他很拽，只是一个开玩笑，或者是说不是很差的一个评价。所以说川渝的人，因为他们经济发展很好，所以他们可以最先的拽起来，变得比较自信，他们对自己的家乡、对自己的文化、对自己的经济都比较自信。那他们这样的自信，你就可以在他们的说唱里面听出来，他们不太在意别人的看法，不太在意跟别人去竞争一些很难的东西，他们可能更想要的是四川、重庆那种比较慢节奏的、比较松弛的生活，他们更想要的就是说慢慢的享受自己的生活。所以大家去重庆、去四川的时候，可能你感受到的那个氛围跟北京、上海不太一样啊，可能在重庆、成都，大家会觉得生活比较慢，大家可能更喜欢享受生活。要走走了，我拉起我的行李箱。录了半天，发现我的衣服穿反了。不过我觉得这件衣服好像反着穿也挺时尚的，可能我明天会试着反着穿一下。那说了川渝的音乐呢，肯定就要说到我的老家贵州。像在贵州，其实前两年出现了一些比较有名的民谣歌手啊，这些歌手都比较小众。小众的意思就是它不是大部分人喜欢的音乐类型，不是大部分人喜欢的歌手，它不像好像 Taylor Swift 那样所有人都喜欢的音乐。
他是一小部分人特别喜欢，那我们可以说他是比较小众的一些歌手，比较小众的一些音乐。在前2年呢，贵州就出现了一些比较小众的这种民谣歌手。我其实听的不多，但是有几首我特别喜欢，而且我发现了我喜欢的这几首民谣里面，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个特点就是他们的主题都是打工的主题。打工是什么意思呢？打工就是说，我们去帮别人工作，不是自己做老板，然后帮别人工作，而且这样的工作一般是比较低级的，比较怎么说呢？是需要你用你的劳动去工作的，而不是说你坐在办公室或者去做医生、做老师，这样不是打工。一般来说，打工可能是去做司机或者去做服务员这样的工作算是打工啊。那大部分我喜欢的贵州民谣呢，它的主题都是打工。为什么呢？其实跟川渝的说唱 rap 不一样。你在听贵州的民谣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比较难过，比较悲伤啊，这些音乐的风格都是比较悲伤的。他们大部分的主题呢，都是离开家乡，离开妈妈，离开他们很喜欢的那个姑娘，然后去别的地方打工。那打工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历史啊。如果你看地图呢，你会发现在西南地区，四川跟重庆，他们是在比较好的地理位置，所以他们发展很好，交通很方便，经济也很繁荣。但是贵州呢，它正好就在一个不太好的地理位置上面。它在高原，第一它在高原，第二它有很多山，它也在山区，所以说这样的地理特征就决定了贵州它以前是一个交通不太发达的城市。那因为交通不太发达，经济呢也发展的比较慢，所以说在这里的人他的生活是比较艰苦的，没有那么多找到好工作的机会。如果你想要发展自己，想要赚到比较多的钱，那可能就要离开贵州，去到四川、重庆或者去广州去打工。因为那个时候教育资源也不太发达，所以大部分人都只是学完了中学，学完了高中，他们没有大学的毕业经历，没有大学的证书，所以只能去这些城市打工。所以那段时间从贵州离开去到别的城市打工，它就变成了一个潮流。那在这个潮流下面呢，就出现了很多民谣歌手，他们就用这种打工和离开的主题，创作了很多的音乐作品。要走走了，要走走了，耶耶！我拿起我的行李箱，满满的行李箱。就算我唱的声音再昂也压不住我的悲伤，荷包开口给我讲，穷得像叮当。我睡不着，我睡不着，忧愁就蔓延回家。难道你出门如何了没？所以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从地图上来看，贵州跟重庆、四川还有广东都离得不远，但是就是因为我们的地形的问题，造成了这些城市之间的经济差距。那这种经济差距呢，其实在音乐风格上面也有了一些影响，也影响了一些我们的音乐风格。那第3个呢，我想跟大家说一说的是，这2天我一直反复听、重复听、一直听的一首
说唱，而且这首说唱不是用方言写的，但是在这首说唱里面呢，它有很多的城市跟历史的元素，还有文化，非常吸引我。这首说唱呢是来自河南的一个说唱歌手，他写了一首歌叫《工厂》。当时其实我不太了解河南的历史，但是他的这个说唱的 MV， 我们说 MV 就是这个音乐的视频，非常吸引我。然后他的这种视频风格，我觉得更像是一首诗，他的歌词、他的旋律、它的节奏，还有它的这种视频风格，看起来都像一首诗一样。我觉得它其实在文学价值上，它的成就是非常高的。我没有来这里，我只是出生在这个地方。那天我去城里做个生意，把家人接出来那个地方。我妈想说，他老了还会在这儿，但是她不指望我会在这儿。大概到网络上骂他农民，看着怎么给我更好玩意。可是妈妈，这不是一个容易的问题。我在遵从我的内心，那些都是我的姊妹兄弟。那你想要听懂这首音乐，就应该去了解一下河南的历史。我从来没有去过河南，所以其实我也在网上了解了一些河南的历史。那河南它跟重庆一样，在河南有一条非常重要的河流，就是黄河。那在重庆是长江，在河南是黄河。然后河南的附近呢也有很多山，它的周围也有很多山，所以河南这个地方其实对于中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它是在中间，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河南都是在中间。所以我们以前说河南也是中原，汉族的文明也是从中原开始的，我们汉族的文明。那河南其实它在这么重要的位置上面，其实它的经济发展应该是很好的。但是我了解了它的历史以后呢，我发现其实河南很重要，但是它的经济发展却没有那么好。也是因为河南，我们说它也是中原粮仓，中原就是中部的这些地区叫做中原。那粮仓是什么意思呢？粮就是粮食，但我们吃的米饭、玉米还有小麦，这些可以让我们吃饱的东西就是粮食。仓就是仓库，仓库是什么意思？仓库就是一个很大的房子，在这个房子里面我们可以放很多的东西，放在里面保存很长的时间，那这就是一个仓库。它是中原粮仓的意思，就是说在河南这个地方，农业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大部分吃到的粮食其实都是从河南这里的农业种出来的。所以说也是因为他们的农业非常重要，所以那个时候政府或者国家他们决定不在河南发展工业。那河南呢，因为没有工业的发展，一直在发展农业。大家知道农业虽然重要，但是它不赚钱呐。粮食这种东西它没有工业那么赚钱，这就影响了，这就决定了河南人他的收入其实没有那么多的。那大家在这首说唱里面呢，你就可以听出来说他们作为农民，这个歌手他小时候是农民，他作为农民，他小时候的一些很艰难的生活，以及他对自己的这个农民的身份又爱又不爱，他对自己的家乡又喜欢又喜欢不起来的这种感觉。而且河南他还在发展农业的时候，别的城市已经开始了工业，已经开始发展工业了。那个时候呢，别的城市发展工业，经济很快很迅速的发展起来，河南还是在发展农业。
那这样的对比也会让河南的年轻人很想离开他们的家乡，去到别的地方生存、生活以及发展。工业发展下面其实有很多的诱惑，有很多的诱惑啊，在这首歌里面大家就可以听出来，这个歌手他小的时候的农业的生活，他作为农民的生活，以及后来他在面对城市的时候，他自己的内心有很多很纠结的想法。我因为这首歌，我就去了解了一下河南的历史啊。其实一直以来，中国人大部分别的城市的人对河南人也是比较多的刻板印象，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在这些刻板印象的背后，是河南它为了发展农业，为了就是喂饱，我们说为了喂饱其他的城市，他放弃了自己工业发展的机会，他还是继续发展自己的农业。所以我们觉得说这个地方其实挺伟大的，它真的是贡献了很多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首音乐它带给我的不是只有旋律，不是只有音乐的享受，它其实真的让我去了解了这个地方的历史，这个地方的困难，这个地方在发展的过程中他们有什么贡献，有什么困难，然后他们的人有什么样的困难，有什么样的艰难。所以我觉得这首歌的价值是让我了解了这个地方的历史。那如果一首歌或者一部小说可以让你了解到这么多的东西，那我觉得它就是一首很好的作品。那最后呢，还想跟大家说两个比较好玩的音乐风格啊，是我觉得比较快乐，没有那么沉重的音乐风格。第一个是云南的打歌，我是2月去云南旅游的时候才发现他们有这么不一样的这种音乐风格啊。打歌的意思就是说，少数民族他们在结婚的时候会放这样的音乐，然后大家一起跳舞，那这就是一个打歌啊。在云南很多城市，你晚上吃完饭出去走走散步的时候，你就会听到这样的音乐，然后看到很多人在一起跳舞。云南其实它的文化也很不一样，如果你看地图的话，你会发现云南跟贵州一样，它是在高原，而且也是在山很多的地方。那因为交通不便利，而且离中原文化、政治中心都很远呐，所以其实他们更多的是保留了他们自己的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那也保留了他们喜欢唱歌跳舞的习惯。所以说大家在听云南的这些音乐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的音乐节奏感特别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用这些音乐跳舞。第一，节奏感强；第二是他们的歌词比较开放，然后歌词简单、重复、开放。因为他们追求的不是歌词，不是很深奥的歌词，他们追求的其实是这种节奏感。这样的音乐可以让他们跳很快乐的舞蹈啊！我当时去云南的时候，我也跟他们跳舞了，我就发现这种少数民族的音乐，它的节奏跟我平时听到的音乐非常不一样，所以我是花了很长的时间去习惯他们的节奏，然后才开始慢慢的跟上他们的节奏跳起舞来。所以我觉得云南他们的打歌是很流行的，在那里。如果你喜欢 disco， 你喜欢跳舞的话，大家可以去云南感受一下他们的这种音乐风格，我觉得很有意思。
那最后呢，还想跟大家说一说一个我最近开始感兴趣的方言做出来的歌啊，那就是陕北那边的方言做出来的音乐。陕北其实就是在中国的西北部的地区。那个地区呢，大家看地图啊，我真的太喜欢看地图了。我觉得最近我对地理很感兴趣啊，所以我了解什么都是从地理开始了解的。如果大家看地图，你也会发现陕北其实也是高原，但是因为气候天气的原因呢，那边的山没有很多树，没有很多植物，所以他们的山看起来都是泥土，都是光光的黄色的泥土。那在那里就有很多人他住在山上，以前他们是住在山上的，而且是一个山有几户人家，下一个山又有几户人家，这是他们的村子。所以说在那里的人，他们的生活环境就决定了他们在对话的时候可能需要很大声的说出来。因为我住在这个山，我的邻居住在旁边的山，我跟他不能很小声的说话，如果很小声的说话听起来会很吃力，我必须喊出来，我必须喊得很大声，他才能听到。所以一般的人对于陕北那边方言的刻板印象就是他们的声音很大声，他们可以说，他们可以用很大的声音，很高的声音喊出来他们想要说的话。他们的音乐呢也听起来是这样的，就是他们的声音很高很大。所以最近我在听陕北方言唱出来的歌的时候，我听到他们在音乐里面喊出来这个方言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好像站在他们的那个山上，然后听着他们在用很高的声音对我说话。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挺好玩的，就是听到这样的音乐，我马上可以想到他们的生活环境。当然现在陕北发展也很好了，他们也有很大的城市，不是都住在山里。你说你跟我还是没结果，再难听的话你忍着先报神。你说报难过，希望我快乐，现在的我看见啥都没眼神。其实我什么类型的音乐都会听啊，我以前会听流行、摇滚、民谣、朋克，还有 funk 这种音乐我都会听。不过我觉得人的音乐品味会随着他的年龄的变化而变化。比如说我最近就很想搬回西南，我的老家那边去生活一段时间，所以我对于这种方言做出来的音乐非常感兴趣。我也慢慢的开始对我老家的文化开始感兴趣起来。对，我觉得音乐好像艺术一样，没有好坏，没有美丑，只有你享受或者不享受。可能有的同学会问我说，连普通话的音乐都听不懂，更不要说方言的音乐了。但其实我们也不太能听懂别的城市的方言。但是我想说的是，这种用方言创作出来的作品呢，其实更多的是跟这个人的他的家乡文化、他的家乡地理环境是联系起来的。其实就算你可能听不懂他们的歌词，但是如果你了解这个歌手他的背景，其实你可能也有机会享受到他们音乐里面想要表达的一些感受。那这就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说一说的这种我喜欢的音乐，以及我从这些音乐里面听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还有我想跟大家聊的就是说，其实大家在学习中文的时候真的非常关注自己的口音，非常注意自己的口音，一定要
练习到非常标准的普通话，其实这个目标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想口音，练习标准的口音，它可以是你的动力，但不应该是你的压力。因为你看，就算在中国，在这么多的地区，我们也有不一样的方言，然后这些方言地区的人呢，说普通话也没有办法说的那么标准。其实我这2年遇到很多外国的学生，他们的普通话其实听起来比很多中国人都标准很多啊。比如说我的爸妈，他们就说不出来非常标准的普通话。所以呢，我觉得说不要因为你觉得自己的口音不标准，你就不去尝试说出来。因为中文它真的是一个语境更重要的语言。如果你的语境没有问题，那我们总是能猜到你想说什么的。所以说，就算你的口音不对，你也要去尝试多说，然后多听，多去感受这种方言地区的人，他们的口音怎么样，其实挺有意思的。所以普通话的口音呢，普通话的发音呢，它应该是大家学习的动力，而不是压力。好吧，那我今天就说到这里了。这些音乐还有我查到的一些历史资料，我都会放在这个视频的简介里面。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大家可以去听一听，看一看。那如果你还有更多的问题，就写在评论里面吧。那就说到这里啦，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混沌的梦里，故事拉开画卷，鲜花和云朵在水里升腾摇曳。我坐在小船岸边，是村人和月。好多故事都融化在水里了。昏沉的夜里，我猛然睡醒了。破碎的躯干，我是你的影子。村人，我不愿再跟随你了。